1个月前，天哥拿着一个锅来朋友的农场观察豆虫的饲养过程。起初，豆虫的卵被分成小包，用订书机固定在黄豆叶子上。6天后，天哥晚上来观察豆虫，这片叶子下面的小豆虫看起来还是很小一只。再来看看这几片被啃咬的黄豆叶子，掀起叶子一看，叶子下面全都是小豆虫，个头稍微大了一些，有2厘米左右。从上面根本看不到小豆虫，只有在叶子下面才能看到它们。而且晚上它们都不怎么吃东西。据说30灵之前豆虫的食量是比较小的。这只小屁屁后面的天线感觉挺长的。10天后，天哥来到农场，下午6点，夕阳很漂亮。看看大棚里的豆虫长得咋样了？乍一眼看过去，只是一片绿油油的黄豆，只有靠近了叶子，才能看到一个绿色的小裤头。它在这不停地啃着黄豆叶子。掀开叶子看一下，这只已经有3厘米以上了。再看看虫卵包，大部分豆虫孵化了出来，还有一部分没有孵化，或许它们的孵化时间比较晚呢。这些小豆虫的体长基本都是3厘米左右。13天后，大棚里出现了新状况，豆虫的个头长到了4厘米左右，但是黄豆叶子的背面同样出现了很多白色的小虫子。这种虫子叫白粉丝，是一种常见的小害虫，以植物枝叶为食，吸取植物的养分，导致植物生长不良，产量下降。它们的存在会影响黄豆的生长，进而导致豆虫的食物减少。不过在这个养殖豆虫的大棚里，也无法使用农药，好在白粉丝的数量还不算非常多。再来看看这里的豆虫，已经产生了个体差异，有的长得非常快了，差不多6厘米左右，有的黄豆叶子已经被啃得只剩下叶脉。豆虫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在豆叶上度过，黄豆生长周期过猛，秸秆比较脆弱，有的就会倒在地上。如果黄豆倒了，地上的害虫就会拿小豆虫作为食物。这里就发现了一只渠叟，同时大棚里还有大量的蟋蟀等小昆虫。对于农民来说，对农业没有帮助的都是小害虫。18天后，天哥来观察豆虫，就连大棚的外面都有很多小虫子，它吃的肚子都挺胖的。一些黄豆已经被豆虫啃的只剩下了个光杆。豆虫昼伏夜出，到了白天就会趴在叶子下面睡觉。看着它可爱的样子，天哥忍不住上手摸了一下，手感有点粗糙。这些可口的黄豆叶子同样有很多昆虫喜欢吃，把它们取下来拿回去喂蚂蚁吃。25天后，天哥来到大棚里，好家伙，出大事了！这个大棚里的黄豆叶子已经都被啃食干净，全部都变成了光杆司令。豆虫已经没有了食物，为了让豆虫继续生长，得把它们转移到别的大棚里去。大量的豆虫没有吃的，已经爬到地上去寻找食物。这时候的豆虫已经长到了9厘米左右，就连地上的野菜、麻刺碱都给吃干净了。需要把豆虫连黄豆茎一起摘下来，放进黄豆叶比较多的大棚里。天哥也拿了一口锅来体验一下抓豆虫的乐趣。这家伙在地上爬来爬去，天哥还真有点不敢上手了。虫族永不为奴，看来用手不太行，得对他们温柔点，用2根草棒把它夹起来扔到锅里。花了一点时间，天哥就抓了一锅豆虫。3、4天后，到了豆虫成熟的时间。那么怎么样大批量的采集豆虫呢？在白天，豆虫和黄豆叶子是一样的颜色，想抓非常不容易。这时候使用紫外线灯照向黄豆的时候，黄豆叶子都是紫色；在照向豆虫的时候，豆虫是有点荧光的，这样就比较方便采集。用了1晚上的时间，采集了接近500斤豆虫。那么豆虫的生长过程观察结束了，谁来品尝豆虫呢？这么美味的东西，天哥是舍不得品尝的，让小黑来。小黑的眼神不太好，就在脚底下的豆虫居然没发现。过了一会儿，豆虫都快跑出镜头去了，小黑才发现这个大家伙，把豆虫给小黑拿过来。小黑开始切换成了猫抓老鼠的模式，盯着豆虫看了起来。他趴在地上，盯着豆虫的小屁屁看，看的豆虫都不好意思了。2分钟后，小黑还是一动不动的盯着，
看得天哥都想上去帮忙了。豆虫像一辆高铁，开始向小黑的腿下驶去。小黑都看傻眼了，再看都赶不上2路公交车了。高铁又来了，好家伙，这次小黑终于想明白了，这玩意儿是可以吃的。豆虫流出了绿色的不明液体，豆虫的2个大牙也想反击，就是身子被螳螂抓住，无法反抗。一只豆虫，小黑吃了半天，因为太香了，担心被别人抢走。小黑举着豆虫就想跑，我们还是把它放到饲养盒里，让它慢慢享受吧。吃完豆虫的小黑肚子都快爆炸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吃过豆虫吗？好了，本期豆虫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